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将愿得殊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生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大圆满这个前行呢，就前行当中讲那个一至三知识，一至三知识当中呢也讲那个应该这个修学上师的这个密意和行为。主要讲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因为上师具有功德，具有这个智慧和悲心，那么我们这个作为医治者呢，应该得到这个上师的这些超世间的一些这个功德。所以这个学习佛法，尤其是这个修行，很重要。现在很多人自称自己认为是自己是佛教徒修行人，但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冥想上的修行人可以说，比如说大乘修行人呢，大乘修行人的主要的界限呢，相续当中有没有菩提心来分的。我们经常也听过菩提心的那个发扬，我也是经常在不同的这个人群当中呢，都讲述过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和利益。对我来讲呢，我可以说是菩提心的这个就讲述者啊，就传讲者。然后也有很多人来讲，可能是这个大乘佛法的听众啊，是不是修行人呢？这个若人因随宁乱自知啊，自己应该明白自己相续当中有没有就是利他的这个心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所以自己呢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就是傲慢的，或者认为是自己也是真正的这个大乘行人。如果我们仙宗当中的大乘行人的菩提心的没有的话呢，这个密宗的就真正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瑜伽师啊，或者说是修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这种修行人呐，能不能称得上？这个是自己一定要就是注意啊，就是一定要注意。所以我可能前一段时间也提过，就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呢，很多人的说是我们这个家信啊，家信的不一定要修，就是不用修。很多人都问我，我说不修也可以，就是因为轮回众生当中各自的根基都不相同的，这个造业的话呢，我们也没办法就是阻挡。当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个释迦族的这个这么多人呢，都是那个就是被这个牛牛王这个国啊，就是杀掉。但这个佛陀也是没办法阻挡的，所以我们就是不敢就是说就是完全的你必须啊就是修啊这个四加信啊无加信啊这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我是特别希望很多人应该是循序渐进，应该以次第性呢这个切入这个佛法，这样呢就至少也是就是不会毁坏自己的这个根基。我们一大群的全部是立根者的话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我们经常看那个前辈高僧大德们的这些传记的时候呢，他们对家信呢，他们对前行的重视这个程度是非常高的。以前那个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个大圆满前行呢，就是相当的这个重视就相当这个重视。当时也听说是很多人都就愣这个背诵，就是这部论点的就愣背诵的。还有那个，我记得那个丁国钦粹仁波切丁国钦粹仁波切就是他后来要接近圆寂的时候那样的高龄，但是呢，他每天都是不间断的，就是读记也这个大圆满前行，一直到圆寂为止就据说那个就是刚接近圆寂的前几天的话呢，他还不断的读。他的习惯一般都是每天早上这个先修行，就先休息，先那个修行法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每天早上读一些。我都原来经常想过，我们这边这个后学者一方面呢，就是应该向他学习，就是
他是那样的，就是成为就是当时这个藏地的，应该说是在这个这个二十世纪末的话，那就是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应该像那个贝洛法王如意宝、丁国钦泽仁波切、登州仁波切，他们都是最伟大的，就是应该在印度也好、藏地也好，最伟大的这个注释，就是那么他们的是对这个家信如此的重视的话呢，我们后学者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境界啊？的确也是，经常想啊，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就是向他这个学习，能不能以后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像他一样的，就是把这个大圆满前行书呢，就是作为一个人生之书啊。就是应该是人生数册，就是我们这个人生一生当中的话，如果这个几年前，就是10年前，或者在10年以后，我还要对这个家信特别重视的话呢，我相信至少也是你的相续呢，就是会这个发誓音。虽然你在众人面前不一定会是口口声声说我现在已经开悟了，我是什么大圆满、大中观、大这个受印的一些这个大修行人呢，就不一定就是口口声声经常称呼自己，但是呢，至少也是你的很多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以这个佛法的这个这个因果规律来就是约束着就约束着。所以呢今天也再次这个希望在座的各位就是应该心里面想一下不管是因为丁国钦泽仁波切不管到哪里去，就是把这个大圆满前行书呢就是一直携带着的，从来都是不离身的，到任何一个国家就他一直带着这个法本就是带着这个法本，所以这是像他那样的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大成就者这真正的大修行人，就是是一代高僧，就是应该说是一代祖师，他也是对这个家信是这么重视的话呢，我想我们就是凭什么就对这个法门呢就是轻视就没有必要的。现在有些就经常给我也问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在某某地方呢，就是有交一些钱就是交一些钱就今天的时候我就是接到一些电话，就是说是就交一部分钱，就是不修家信，就是可以就直接得到大圆满的这个教授，就是据说是就是某某上师的传旨，也有某一个这个特别就是公认的高僧大德们的一区也是实现吻合的，就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就怎么样都可以，就是都交钱也可以，不交钱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只要得到法都可以。就我说是这样说了，就是应该是我也没有权利就是制止别人但实际上我内心当中的话呢不知道就是像那个智悲光尊者、无垢光尊者、蒙亨仁波切当这个前辈高僧大德们的话呢，他们都是对这个家信是非常这个重视的，不仅仅是一次两次的，修了好多次的，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呢，就真的有没有这个用这个钱来就是可以现在就是很多大学生的这些这个文凭和一些证书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交钱就原来我这个有认识的有一个这个比利时的那个一个人他在中国这个读医学博士，就是他读医学博士的时候，基本上这个4年当中，就是只参加4次考试就可以了，就是然后就先把钱交了，钱交了以后的话，那只是参加考试一下，就是最后证书已经得到了。就是其实他这个考试是不是很重要？就是钱很重要，钱没有的话，那证书得不到。就是考试没有及格，证书得到。就是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大圆满会不会变成这样？我不敢说是，你们也不要说是我说的是这个是不会得到，不会传承，不是这个意思。但我确实是有点这个怀疑就是有点这个怀疑，如果真正能得到那个这些那个教研的话呢，就是那当然是这个很随喜的，我们都可能就是有钱的人呢，就基本上就可以就是得出一些无上的法，没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但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些专辑当中呢，就是并没有这个发现，也许呢可能不用发现，因为现在都什么都这个科技比较发达，就是再加上是现代化的有一些可能巧具就是那这样的话，那就是很多方面的是只要花钱就也许可能垂手可得，就也会这样的。但也许的话呢的确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不重视的话呢，再过几十年以后呢，就是自相续当中可能容易就分着它了，就有这个可能性了。我以前那个看过有一位
也是丁国钦粹仁波切的这个弟子啊，他现在也是在这个西方国家很出名的。他在99年6月份的时候，在那个家住旧金山呐、旧金山呢就是在美国家住旧金山，就是给一个中心传这个普贤上师演讲。他当时说过，他说这个我一辈子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大圆满前行书是最这个重视的一部法。我希望呢，我30年以后如果活在世间的话呢，我还是这样的。我以前的是已经得过传授的已经有30多次了，仅仅是丁国钦粹仁波切面前呢，他得过这个他自己亲自这个请求而得到的有5次，然后上师给别的一些那个观众所讲的时候呢，也得过5次。登州法王面前也是得过这个3、4次，就是这样一来，还有其他的上师面前就是所得到的话呢，以前已经得过30多次了。我看到这个介绍之后的话呢，就是当时也心里面想，其实我们很多人呢，真的把自己的信呢，如果跟那个家信的内容天天的是融合在一起的话呢，应该这个修行上是会有这个进步的啊，就会有进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前行里面的这些教言呢，就是扔在一边，然后自己呢在另一处寻找一个更殊胜的那种这个高深莫测的话呢，也许能得到就是每个上师的教言和传承这个窍诀都不相同的，再加上是诸菩萨的化现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懂。所以说呢，但一般来讲，就是像我们这个那样的话呢，就是最好是跟那个家信呢，就是经常都是不离开，像前行啊、入信论啊，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这个相续是真的是这个非常有利的这些这个就是窍诀术啊就我刚才也讲了，就是非常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应该有信心来经常把这个法本呢，大圆满前行讲记全部你要让随身带着的话肯定困难的，但是这个大圆满前行术就是不管到哪里就是同时得上的话呢，应该说不是这个很困难的啊。就现在很多出门的人，这个旅游的人就是背的包是特别大，就是所以说大圆满前行也没有那么重。就是我看到前2天就是有个别的一些道友到这个学员来，就是然后背的包都是真是那个这个好像是特别多啊。就是那这些都能带的话，那能带的话呢，就是大圆满前行就是得上，只要有信心的话那也可以，没有信心的话呢对任何法的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啊。像那个应该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吧，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无有信心的话，那就像没有这个树一样的啊，就像没有树的话，那就是在包山里面就是去报啊，就是这个去报是不可能的。那么没有信心呢，就是也是同样的。如果有了信心的话呢，就是入佛法的这个报山呢，入佛法的这个报山呢，都这个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困难的。所以说我们有一种这个信心来，心的力量很强的，就是有了这个信心的话呢，你再难的再这个困难的事情呢，就是可以这个承办的。所以一个是以自己的这个信心来对这个前行，或者说是普贤上师言教的重视啊，这一点这个不可缺少。今天呢，就是在这里也再次的这个提醒，就是看看能不能有没有人这个发愿，就是一辈子当中呢，就是对这个前行呢，每天都是读几遍。其实汉族那个四宗道友当中，我以前也遇过个别的，10年前我们讲过，99年的时候传过这个大圆满前行，从此之后的话，那就是这个法本一直是带在这个身上的，每天都是读一些，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是极个别的一些这个法师和这个居士但这些呢就是有长久的这种怎么说就是信心和一种这个耐心但我们有些人的话呢，2、3天都是可以今天我讲了以后，也许可能今天让大家据说的话，那就是80%的人都开始据说我每天都是带大圆满前行书，就然后再过2、3天放假的时候，或者不是2、3天放假，你们又不要想太快了再过3、4个月以后放假的话
那个，就可能忘了，所以我们发誓容易，就是实行难，就是实地行持的话呢很难，就是所以这个希望呢众生当中呢就是对大圆满的这个谦信的这个重视，在这个基础上呢，你修什么法的是应该是非常这个方便的，不然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深深的一些窍诀，我讲的时候我有时候担心你们会不会就是真正是就是凝会其意啊，就是会不会真正就是融入其中啊？有没有这样的？如果你当时这个心散乱呢，当时你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没有真正这个入于其中的话呢，很可惜的啊，就里面有很深深的一些这个窍诀啊，以后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经常这个去观修啊，经常去对照自己的话呢，那么就是才知道说哦，就这里面真的是全是这个宝藏啊，一句一字的是不能这个舍弃的，舍不得的，全是价值良辰就是价值良辰的如意宝啊，应该会感觉到其中的殊胜和这个意义啊，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仅仅是这个一直上师啊，就这个道理上呢，就是也是跟大家一方面自己的这个多年以来学佛的一种体会，另一方面呢，看到这个高僧大德和祖师们呢，就是对这个家信的这个重视，这样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应该会就是明白就是其中的深深道理。佛教当中的一些简单的语言也是有时候呢，就是没有就是这个。指点呢，没有指点的话呢，就是也很难就是通达的。所以我们一直这个三知识的目的也是这样的犹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就应该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吧，就是犹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会莫人了。就是比如说一个暗室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珍宝啊，就暗室当中有一个珍宝，但是没有灯的话呢，就漆黑一片，根本看不见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法非常这个深深的，即使里面的一些浅显的道理，如果没有人这个开导，没有这个窍诀来指点的话呢，即使你世间的智慧是在这个超世呢，也不一定懂得其中的真正的这个深深意义。所以呢，我们一直这个善知识的目的呢，也是要懂得这个因果的这种趋势之理。懂得之后呢，就是自己身体力行，就是这就是修行人的基本的这个要求。那么下面就是紧接着讲。当书生上是什么奉持菩萨心而积累广大福德资粮时，如果自己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当中，哪怕只是发心供养微薄的财物殊用也好，或者呢就是生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包括心中随喜在内的同心，那么依靠大德的无上发心，你所得到的善业资粮有多少，自己也同样获得就是这么多。这个是就是书生的上师呢，就是在行持菩萨这个行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会这个积累广大的智慧资粮。比如说智慧资粮的话呢，我们平时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个传法，或者说是这个以前有些经典里面讲，包括这个引这个经书啊，就是等等，就这些也是智慧资粮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福德资粮啊，就是建造一些三宝所依啊、殿堂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放生啊，就是做一些这个行善的，就是这些事业。在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呢就是让这个加入到其中啊，就是参与到这个其中，哪怕是你那个就是没有就是很丰富的这种资具啊、财物啊，其实一个特别微不足道的、非常这个微薄的一些财物这个供养啊，就是到这个其中也好，或者呢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也不愿意，但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和语言啊，就是身体其中这个发心呢，还有这个语言呢，就是赞叹呢，甚至我们平时就是对上师的这件大事呢，就是做什么这个打电话、发信息啊等等，就是语言之类的一些事情呢。那这样还有呢，就这些都不能愿意的话，那就是内心当中就是发一份那种欢喜的心啊，就欢喜心，一种这个开心，没有嫉妒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上师的无上这个菩提心所摄者呢，就是他所得到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也是这个自己也同样就是得到的啊，就是自己也是同样得到的。这一段话好像我记得我们
以前那个就今年吧，就是今年就是修这个周末这个民众大经堂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有个别的一些信士，就是他们一直要求就是提供一些账号，就是然后呢后来就是让我也是写一个简单的这个情况，就是然后我呢当时虽然那个就是资金方面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修经堂没有什么这个困难的，但是呢有个别的导游的话呢，就是其中也是水系的话呢，就是我想是这么多的这个僧众啊，每天都是这个讲经说法，每天都是这个闻思修行的话呢，每一个人来讲也是可能就是一种这个机会啊，就是当时也是这个就是心里面也是就是把这一段话，就是去年好像从去年吧，就是现在我们经堂的是已经这个圆满这个竣工了，就是也是这个依靠就是大家的这种这个共同努力吧，就是共同这个努力，然后呢这么大的这个经堂的话呢，就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违约呢，就全部都是已经这个竣工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值得这个学习的事情。这并不是一个人到2个人就是能做出来，有些这个导游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从那个僧口义啊，就是各方面来就是这个发心，就是最终的话呢应该就是圆满了，就是圆满的话呢，大家有一种这个欢喜心，不仅仅是我们这里的这个经堂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善知识们也好，或者是一切这个大菩萨们就是所做的就是任何这个善法，有些是共同所做的，有些是个人所做的，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是对弘法利生有利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尽量的这个前除就是自相续当中的嫉妒心然后这个傲慢心或者说是自私自利的这种心以这种这个三句来就是宣扬自己或者说是这个夸耀自己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价值和意义的。如果真正是对这个僧众也好，对众生就是提供一些这个方便，尤其是对他们的相续当中展示和究竟就是得到真实的解脱的这个利益的话呢，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就是应该是去努力的事就是应该去努力就是去做的事。所以说他这里也讲了，就是任何一个这个善知识就以前上师如意宝的以前也讲过，就是他经常老人家就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就是修这个这个经堂也好，还有在这个别的地方修这个佛塔这个方式呢，就是等等，就是那么就是就讲这个功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就尽量的，就是有时候是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就是去帮助；就是如果没有能力的时候呢，从内心当中呢，就是就是关于刹那的这种欢喜心，其实这样也是非常这个方便，就是非常这个方便，就是这种这个功德的话呢，一直这个这些大菩萨的这个三根没有用尽之前呢，就是他也不会用尽的。他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从前有2个人就一起呢，就是前往拉萨，那么一个人呢，就是除了少量的肚粪以外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口粮，应该是2个藏族人，就是其他的，当时那个华智仁波切在那个市区就是这个可能当时的这个我们这个藏地的很多人去拉萨的时候呢，就是带一些藏巴口粮就是除此之外，当时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那个什么钱还有其他的东西都应该没有。那么如果一个人呢，就是只是有里面就是肚粪就是那个豌豆就是就是分成面的，就是那种这个粪就是这个是一个是肚粪的，然后就少量的呢。然后他就要把少量的肚粪呢放入另一个人就是许多金白藏巴当中混合一起，就他比较聪明，就是然后他自己带的比较少，然后呢跟他就是一起，因为那个人呢就是他得的那个青稞粉就是藏巴就是藏巴，就是所以这个他得的那个比较多就是可能一大口袋，就是一大口袋的话呢，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2个关系也比较好，就是然后呢说我们这个要不要把这口粮全部合在一起，就是一起同时用，然后呢就是当时哪个人也答应了，然后过了几天以后呢，有许多藏巴的人给他说，你的肚粪呢差不多应该用完了吧，就是现在你停止了，不应该吃了，
我们去看看就是有没有用完。然后呢，然后2个人去看嘛，结果发现这个毒粉的话呢，就是仍然没有用完，因为刚才跟那个脏把混在一起了。这样看到好几次呢，就是毒粉一直都是没有用尽，就是一直看嘛，一直看的话呢，就像是大海里面就是扔一滴水一样的，就是一直用。最后呢，就是只好与所有的脏把一起吃完了啊，就没办法呢，就是跟他一起合在一起。如果打官司的话，那也打不赢，就是所以他们呢，就是应该就是一起就是一起用完了。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同样的，无论别人做任何的这个善事自己仅仅是通过少许财物，或者说生于劳作等结上善缘，也将获得同等的善根就是这个他这里也是应该占便宜，就是上是如果就是花了很多钱，就是做一件事的话呢，就是自己就是里面没有吝啬的情况下呢，也将像那个加一点少量的毒粉一样的，就是交几毛钱就这样的。那么到时候呢，就是这个上师就是这些高僧大德们所做的这个3根没有用完之前的话呢，来至菩提国之前一直是这个用不完的。我们平时说的沧海一滴就确实在大海里面一滴水的话，那大海未用尽之前呢，就是这一滴水呢，就是也完全跟这个水的这个水性就融合一体，就是不可能就是你分割开来，就是不可能分割开来。那同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该要这个知道以后呢，就是真正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诸佛菩萨，就是他们做一些这个大的就是弘法利生的一些事的时候呢，自己也是就是点点滴滴，就是稍微呢就是参与一下，然后就是自己会想，就是会想很重要就为这一点的，我们看过这个白衣经呢，就是咸鱼经呢，还有白愿经呢，很多那个就是经典当中的话呢，做了一个这个善事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供养一点或者我今天呢就是这个礼拜就转绕等等，就是这些善事做完了以后呢，就马上就是发愿，就是回向其实这个发愿和回向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回向呢，他做了一个3根，然后这个3根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进行就是赐予一切众生，就是作为这样的发愿的话呢，就是他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善根，但是自己呢就开始这个心里面就是一直是想但愿我就变成什么什么，就是所以这个回向当中呢，也可以带有这个发愿就是带有这个发愿和回向2个就是合用的那种意思也应该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应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应该就是自己在这个发愿和回向，就是这样，这个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上师三只是暂时的自派或者是信士乃至包括秦少上师的居士在内，都是积累资粮的正道，应该呢就是这个应当尽力的尽力2位就是应当尽力2位就是上师就是派遣什么，或者说是就是要求就是到什么就做什么，就这些都是应该就尽心尽力的去做就甚至是这个大少为师等等，就是这些的话呢，也有这个很大的功德。以前好像那个噶登派有一个叫做是夏亚瓦吧，就是他只是一个江阿瓦的弟子，那么他呢平时是这个特别就是听话的，就是他在供曼茶罗的时候呢，如果上师一叫呢，他不会说是我马上供完了以后我再来吧，就不会这么说的，马上听着就是放在哪里就是去的。然后他如果这个写字的时候呢就上师这个叫什么的话呢，就是他就立即停下来，就是然后他不会说是我写完了以后我再来吧，就是稍微等一下，不会这么这个说的后来有一次的话呢，就是他就什么这个给上司提水生火还有这个扫地有一次把这个垃圾扫出去，就好像他那个放在那个衣服里面，就是准备就是倒在外面，在这个时候他正在这个下这个体检下体检的时候呢就
突然就是入于这种三昧定，就是禅定当中。然后在这个清净的境界里面呢，就现见呢这个诸护菩萨，就众多的这个诸护菩萨，从此之后呢，就是成为就是大成就者。所以上师的有些怎么说啊，就是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事宜的话呢，就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功德。以前那个萨迦班智达，就是萨迦班智达更改讲僧的话呢，有一次诚实自己的这个根本上是扎巴讲僧呢，然后他生病呢，就是他在就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时的上师的加持里呢，他已经面见了这个文殊菩萨，就是从此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藏地啊，就著名的这个成为三大文殊之一的萨迦班智达啊，就他也是刚开始就是面见文殊的这种缘起的话呢，对这个上师啊，就是起恭敬的一种怎么说啊，就是境界当中呢，就获得的龙母菩萨无次第里面，就是第一个是加持次第啊，自加持，所以这里面主要讲那个韩文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应该好像没有，就是藏文里面经常引用这个校正，就是那个雍正一系降僧，就是给路派的雍正一系降僧，他造了一个上师宫的那个讲义，上师宫的那个讲义啊，这个讲义里面呢，就是引用了很多校正，就是我看过就里面呢都讲那个就是一切都是依靠这个上师的加持呢，就是自己获得这个开悟啊，就这方面就是讲了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道理，就是许许多多的道理，所以我们平时呢，应该这个就是为这个上师的一些这个称赏应该就是去做。但有些人可能想啊，就是比如说一个上师的话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弟子啊，就是现在很多人为了这个上师的这个吃喝啊，为上师的这个吃饭呐，为上师的一些比如说一个上师呢，就是到一个大城市里面去了，然后就是这个弟子也要请给他就是请客，就是那个弟子也要请客，然后弟子与弟子之间呢，就开始争了。就是以前听说有一个老上师呢，就是到一个城市里面去，结果两派的这个弟子呢，就是上师在那个刚刚这个下飞机的时候的是两边的弟子就是差点不是上师的是在那个地方已经实现圆寂了，就因为两边的这个拉的特别厉害。后来呢，就是另一波的这个势力比较这个雄厚，然后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师就是强迫的就装在他们的车里面，就是然后就车开就是飞奔的开走了，就是那这样竞争就是其实不是为上师做事情。其实真正的上师呢，就是不一定上师也有那么多灰尘，就是不一定上师这个天天所有的弟子全部到上师屋子里面去互相吵架，然后扫地啊，就是没有必要的。但我在想，真正是为这个上师要做事的话，不一定上师非要看得见，就是非要看得见你看见的时候呢，我给你扫个地，就是踢个碎；看不见的时候呢，就是哗就睡觉，就是不是这样的。应该为上师的最好的称示方法的话呢，这个知己或者是见己，就是弘扬佛法，或者自己修行就或者呢，就是利益众生，就是这几个呢，我觉得这是对上师的最好的一个称示，最好的一种这个供养就最好的一种这个供养。上师真正的一些财务供养对一个真正的这个上师，就是尤其是相续当中有这个菩提心或者说是这样的这个上师的话呢，他生活肯定不会那么这个欠缺，就是不一定非要就是用财物供养的，也不一定呢就是非要就是他的屋子里面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到哪里就是或者非要上师来了以后的话，你一定要就是你属你的这种饮食呢就是供养给上师，就是别的所有的积聚就这些都是不是很合理的。大家有这个机缘呢，就是大家共同；如果没有机缘的话，那就上师喜欢的就是修行了。就比如说你这个看一本书就是真的是那个就有时候就是我们都特别这个希望呢，就是大家就是这个直接或者是间接呢，就是对众生对佛法就是这个对众生呢，就是做一些有利的事情，尤其是可怜的一些众生呢，就有些可怜的众生的话呢，如果是我们去帮助他呢，那么就是任何一个十方世界当中真正具有法相的三知识都会欢喜的，所以
在这里呢，就是讲那个，就甚至这个扫地啊，就是这些呢，就是都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城市上市的一种，这个行为啊，在功德宗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居定行持三法则，神识广集24必中皆能结上愿啊，就是上师及广大资粮的时候结上这个善缘，一时心事少，轻少当，积劳聚果生此道。啊，就是衣食啊、寝食啊，甚至这个扫地等等，就是对上司，做一些有意义的，或者是这个有些事情的话呢，都有结果的，都有这个功德的，也是这个殊胜的资粮道啊，就也是殊胜的资粮道。那么皈依出一劫，积累一切资粮的无上福田，没有比上师更这个殊胜的。其实所有的皈依呢，也寄居于就是这个上师啊，就是就诚心皈依上师为最究竟的这个皈依处啊，有这样的这个教理，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信呢，就是就虔诚的信心，就是皈依上师的话，这就是最这个究竟的。那么尤其是上师属于观顶将近说法期间，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和殊胜加持一同融入他的相学，从而呢安住于诸佛无二无别的境界当中。所以其余时间成百上千次供养，不如此时呢就是供养一口事物的福德大。因为上师那个这个传法观顶呢，这个时候呢，十方诸佛菩萨呢，就是他的这个加持和大悲心、智慧，全部都是融入他啊，就融入他。那么那个时候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上师的这个密意哈，上师的这种本体呢，就是跟这个诸佛无二无别啊，就诸佛无二无别。我以前也讲过，就是长面仁波切的善法里面呢，说了，就是说是上师这个观顶和传法的时候呢，如果上师是真正的这个大成就者的话，那就是不用说了。即使不是大成就者，上师是一个凡夫人，但是凡夫人的话呢，十方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和智慧呢，就是全部就是融入他。然后呢，就是讲完那法以后的话呢，就是十方诸佛菩萨呢，又就是各自前往自己的这个刹土了。就是所以说，在那个讲经的时候或者观顶的时候呢，就是上师虽然是一个这个凡夫人，但是呢，因为这个佛法的这种力量，佛法的加持力相当大，所以自然而然呢，就是十方诸佛都是这个融入这个他的身体。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他这个我们间接可以理解，就是对任何一个说法上师呢，就是对他这个讲经说法的同时呢，对他诽谤啊，对他生恶念呐，生邪见呐，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过失也是相当大的。如果对他起信心呢，去欢喜心呢，去这个供养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教证当中的话呢，那么已经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即使凡夫的这种这个法师但是在说法的时候呢，就是十方诸佛菩萨都融入于这个他的身体。十事无事颂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上师这个观顶的时候的话呢，三十四方的这种这个诸佛的话呢，都到他的前面去进行这个定力就是观顶。那么有些讲义里面说这个传法的话呢，就是间接也可以如是这个了知。如是了知。所以说呢，他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供养就是功德的也是很大的。但是呢，非就是上师传法的时候，有很多事物供养呢，就是也不一定就是对这个上师是有利的。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事物就这些的是不一定就是上师也就是让这个适用。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是真正的供养里面呢，就我们那天所讲的一样，就是不离这个什么众生的这个供养就是不设菩提心的供养经常这个修行的这种供养还有呢就是对这个上师的有利的一些行为，呢，就是进行这个发心，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重要。比如说一个上师呢，就是他身边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真正有智慧的、稳重的，还有呢就自己各方面就有经验的一些人呢，就去发心的话呢，那么上师的这个视野呢，就是自然而然为这个展开。上师的视野展开的话呢，其实上师
这个注释的目的的话呢，就是弘法利生，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真正的一个善知识是不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生活啊、生存啊。现在世间人就是注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买个房子啊，买个什么这个轿车啊，然后呢就是有个家庭啊，然后家庭里面就是房子这个装修好啊，装修好了有个稳定的工作啊，有了稳定的工作呢，就是经常就是到这个外面去旅游啊，或者是有条件的话，那就是出国去逛一逛啊，就这些都是绝对是这个人生的目的。但是这些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善知识的话呢，他把这些事情的话呢，可能是根本就是不看这一件事情。他眼中，他这个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众生呢，就是在这个沉溺在三界轮回当中，哪怕是一个众生就是拔出来的话呢，就是他绝对是这个活在这个世间是应该是人生的一种责任感，就是会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给真正的这个一些居远的这个上师这个善知识的话呢，那么就是做这个法供养。法供养里面的话呢，就是要这个帮助他的这个事业，帮助他的事业的过程当中，有些上师呢，可能他身边人不多的话，就他经常也是看得到啊，就是你只发现这个，你发现这个，经常呢，可能他也能看得到。但有些的话呢，就不一定让这个天天的是安慰你啊，就是不一定天天安慰你，但自己这个问心无愧的，这样为上师的事业就是出一份这个力啊，身体也好，精力也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间接已经这个供养了这个上师，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华智仁波切到这里面讲的是供养这个事物的福德很大，但是事物不知道就是对很多上师来讲是不一定很重要，很多上师的生活都是特别特别好。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讲这个观修一切生起次第的本尊也是同样，如果能认识到心相虽然现为是某某本尊，其实本体呢除了自己的根本上是以外别无其他，那么上师的加持呢也是很快就是能入于这个心中。如果我们观那个生起次第观生起次第的话呢，一般都是观这个比如说本尊就是念这个文殊心咒啊、观音心咒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观想这个本尊，就是这个是主要是讲那个简单来讲的话呢，生起次第。那么生起次第的时候呢，你心想的是可以呢，就是观这个文殊观音当就是不同的，比如说像格鲁派的一些这个修法里面讲那个观这个30个佛这个忏悔文观想的，就是那个念诵的时候呢，就是观这个35个不同的这个佛，但是那个时候呢要求就是观想呢，每一个佛的本体呢就是跟自己的根本上是无二无别的就是就像一个水晶呢就是发出就是不同的这个光一样的，就是应该就是跟无二无别，就是这样这个观想。那这样观想就是的话呢，就上师的加持呢，就是很快都是入于心，就是这个加持的特别快。如果你把这个本尊和上师完全分开的话，那就不一定得到入世的这个加持。所以说马巴罗在当时也是这个修那个上师的这种生起次第的时候呢，有一次那若巴就是他的这个诸位就是显现出这个密集金刚的所有的这个贪嗔吧。这个时候呢，就问那个你今天是在上师面前求观点，还是在这个本尊面前观点？当时马巴罗在想，是上师是天天给我一切，就是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天天见得到的，而本尊的话呢，好不容易今天才能见得到，所以当时呢，就是上说这个他有点害怕，但是呢，就是也不得不说，就说是我先从这个本尊那里求观点，他就加上一个先然后再上师那里，害怕上师生气。结果呢，就是他说完了以后，就是所有的这个本尊贪嗔呢，就是全部融于那个就是什么那个那若巴的这个相续当中了，就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呢，就是那若巴尊者也他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没有出世之前的话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名号也是没有的。先界的这个前佛的话呢，就是全是这个我的这个化现呐，就是这样一说的时候呢，就他才认识得到，就是其实本尊的话呢，就是跟这个上师是无二无别的，就是就是无二无别的。所以
修神奇次第的时候也是观这个上师啊，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修观音、修这个文殊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就是根本上是无二无别，就是心想是这个本尊这样想。在相续当中修圆满次第的智慧的时候呢，也完全依赖于对上师的诚信和恭敬呢这样还有上师的加持，自己呢就是有虔诚的信心，再加上上师的加持力，相续当中一定会让升起上师相续中所证悟的这种智慧修圆满次第。修圆满次第的话呢，一般是我们这个修无相圆满次第和有相圆满次第。有相圆满次第的话呢，修风靡明典的很多这个修法，无相圆满次第的话呢，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些智慧就全部融入就是自己就这是一种这个修法。那么这种修法呢，就是最了义的一种这个修本尊的这个方法就修本尊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修的时候呢，就是首先要想到的是上师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佛无二无别，就是这个很重要。佛陀在大教王经呢，就是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什么最上大罗本，诸佛当无异就是最上大罗本诸佛当无异，有阿舍离国的最上究竟就是有阿舍离国的最上究竟。因为那个最上的大了这个或者是这个无我智慧的这个根本的话呢，其实是这个佛陀和上师是无二无别的。那么这个无二无别呢，也就是说阿舍离跟那个诸佛就是完全是这个无别的完全是无别的，这就是获得最上的这种这个究竟的果位。因此我们首先呢，就是应该要知道，就是一切诸佛跟这个上师呢，就是无二无别。只有这样呢，就是才相续当中的这种智慧能得以这个成熟就得以成熟。其实汉地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公案，就是以前终南山这边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杜孙和尚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过，他的一个弟子呢，就是一直他已经30多年了。有一次的话呢，就是他非要想去那个五台山，就是拜见这个文殊菩萨。然后上师呢，就是一直给他说了，就是其实有些人的话呢，好像赵牧一样的，就是非要离开不可就然后就讲一些很多别的地方的功德就这个那个，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以后出现什么这个违缘的，有些都根本不知道。然后那个他就非要就是去，就是上师已经说了好多次的事，但他呢就是已经这个决定了，就是没办法的话呢那么他说这个非要就是去这个见文殊菩萨就是一直呢就是到五台山，就是然后呢就他到了这个五台山之后呢就一直这个他当时好像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他的上师呢就是说什么优子曼波波泰山尼什么突破就是泰山尼突破文殊智者是文殊智者是何处何处须弥的弥，就是何处弥陀就是他就须弥的弥前面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优子呢，就是如果非要的是到这个五台山去的话呢也可以，但是到五台山呢，就是其实你拜呢，就是也可能只是就是这个山坡就是拜这个山坡而已的。真正的文殊菩萨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哪里有这个寻找弥陀的呢？就他大概的可能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个寄送。然后说完了以后，就他也没有在乎，就是可能这个上师很生气，就是我不愿意待在上师身边，他也没有注意。最后呢，到五台山呢。他见过一个这个老年人老年人呢就是就见过了，然后问就是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是从那个终南山来，然后到这里呢就是让准备这个拜见文殊菩萨。后来呢这个老年人呢就是跟他说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现在就是不在这里，然后呢应该在这个终南山，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他已经知道吧，就是你个杜孙和尚就他不知道具体说了没有。后来呢
就是他很后悔，他说不可能吧，我已经医治很多年了就是这个我就是从那边就是一直过来的。最后那个老者呢，就是说是有眼不一定见到这个本性，你赶快回去，如果你晚了的话，那就是你就没有这个机会见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老者的话呢，突然就这个消失无疑了就他觉得非常稀有，就赶快往回去。赶快往回去的时候呢，就晚一步了，就是他到那里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伤势都已经这个圆寂完了，就是这是在汉地也是比较这个出名的公案。就所以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当然就是他这里说的这个文殊菩萨不在五台山的话呢，这也是对个别众生来讲是可以这样的。其实文殊菩萨的话呢，就是无处不在，就应该说五台山呢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文殊菩萨，但是对他来讲呢，就是应该说这个在五台山呢就是见不到这个文殊菩萨，就是应该在那个在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根本上是就是这个文殊菩萨。以前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传记当中也是有一天，好像那个他的这个弟子科主吉他特别像这个上师，然后呢忘了一些我好像那个五台山只在20年前写的那个里面有，就是当时他也是特别像文殊菩萨，然后就是做供养，后来就是在清净的境界当中呢，就是现说是文殊菩萨一个在五台山，一个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都随天呐？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的，这个公案好像记得不是很清楚。说什么就。所以这个刚才前面讲的神奇之地还有圆满之地，当一切修行所修的本体都是包括在这个上师当中就包括在上师当中，所有的经典须部都所上师呢，就是这个正佛就是包括这个华严经我们这个先宗的很多经典，法华经就是等等这些经典里面呢，都一直就是讲那个上师是就是这个佛的这个化现，就是会在佛无二无别就佛无二无别。功德藏当中就是这样说的：何为归依归处就是何为归处自量天修思瑜伽内外二所修甚远体色色色精学所是为真佛就前面都已经做了这个介绍。因此所上师的密意始终是安住于诸佛无二无别之中，然而是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清净的说话众生才化现为这个人的现象那个法华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三知识呢就是四大因缘就是三知识四大因缘，所以所谓就是什么化道宁起见真佛吧，就是发这个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意思就是说三知识呢就是其实成佛当中的大这个因缘，让我们这个度化众生也好，见到真佛也好，发无上菩提心，全是依靠这个三知识而这个得到的就是依靠这个三知识而得到的。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经呢？就是一个叫做是无虚空经就是无虚空经里面呢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三知识呢，就是谁见到三知识的话呢，那么就是种下这个就解脱的种子就以前我们上师主义宝在世的时候呢，就是经常的是就希望呢就是有些众生就是见到他，因为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这些三知识的话呢，可能不信佛教的人就是不一定就是是认为是这种有道理的，但是懂真理的人来讲呢这个三知识的真正的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这个三知识的话，谁见到他，谁依念他，谁接住他，谁这个听到那个他的声音等等，就是这些呢全部都直接或者间接呢就成为这个解脱之因就是这些众生呢，有些有缘者就是利根者的话呢，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端出这个轮回的这个种子而这个趋入菩提的，有些这个根基比较差的这些众生呢，相续当中呢就是种下解脱的这个什么播下解脱的种子，让他的这个三根呢就是得以这个
成熟和滋润，慢慢呢就是将来就是会这个获得这个解脱，就是会有这样的这个力量，就是所以在这里也讲呢其实真正的这个佛上师的这个怎么说就是他的这个依据跟这个佛陀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差别，就是这个在我们人面前的话呢就是形象为这个人的这个形象而已。我们一定要在上师住世期间全力以赴的依教奉行，通过上面所讲的3种诚实，使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呢应该就是成为无二无别就是上师的这个大悲智慧呢跟自己的这种不清净的反复的心呢就是应该就是成为无二无别。相反，如果上师住世期间呢没有这个恭敬诚实依教奉行天天的是诽谤，天天的是说过产生那个邪念而当上师不在这个住世的时候，却口口声声说我为了报答这个上师的恩德呢，绘制上师的这个身相观修上师瑜伽修实相等等的之类的话，那么然后呢就是泥皮洗尽去苦苦寻找别的一些高深莫测的话呢，既不具备是上师相续当中的端正公度融入自相续的诚信恭敬，也不尽心祈祷，这就是所谓的能修诵修相违上师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根本就是不依教这个奉行，真正有一些对众生有利的事情的话呢就是他不肯做，就也不愿意这个亲近，就经常呢就是离开。就是其实我们很多这个人依止上师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上师在的时候呢，上师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不愿意做，就是上师最不喜欢的最讨厌的最这个看不惯的有些行为的话呢，他就很有这个信心的。然后上师离开了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我要受上师的像对上师什么这个报答恩的就是印法本当然这些也是一方面是可以的，但另一方面呢，上师如果再就是不好好这个诚实不好好祈祷，不好好呢就是让上师欢喜和起恭敬心，而离开了时间以后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其实能修所修相违，能修的话呢，一切这个修法的根本呢就是这个修上师这个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所修的上师呢就是没有欢喜，没有这个摄受，以能修的这种最后呢就是以一种能修来就是修持的话呢，根本不可能这个成功的就不可能成功的。就所以说呢就是一般来讲这个上师在世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自己就是诚实就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依止三知识的机会呢就是不一定很多的。当然真正的这个依止的话呢其实上师在世的时候的一些这个行为呢就是也很重要的。如果上师不在，真正是利益众生，还继续的这种发心呢，继续的这个圆满上师的这个意愿的话呢，其实这也是这个也是一种依止的行为就是也是一种依止的行为。就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上师的其实跟上师还有一个呢就是祈祷，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我看到那个就是一些萨迦派和噶举派还有那个格鲁派就是包括我们尼玛派的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个传记当中的话呢，他们这个经常就是祈祷上师，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我也讲过，就是如果你没有祈祷的话呢，虽然这个上师是这个如意宝一样的，就是他相续当中的功德呢可以呢就是分享给就是有缘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这个众生，但是没有祈祷的话呢，就像我们就是以前所谓的这个如意宝的这个面前呢就是没有这个进行那个祈祷的话呢，就是他不赐给就是所有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这个一个电脑就如果我们经常去用它的话呢，它可以呢就是让这个做很多事情的。如果你没有用它的话，虽然在这个特别好的那个电脑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和程序呢我们都不理它的话，那就是它一直安住在这样。因此呢，上师虽然是这个无偏的这种智慧和悲心的一种本体，但是我们这个作为
弟子啊，作为这个传授怎么说接受者的话呢，经常啊就是跟这个上师有一种恭敬心呢，就是祈祷，就是这样祈祷的话呢，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自己或者是间接得到的。所以在我们成佛的这个历程当中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依止上师，尤其是这个恭敬心来祈祷的话呢，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融入你的心。这个时候呢，滋润了你的这种心以后的话呢，修什么法的是很容易的，就是不会就是烦恼啊，就是不会烦恼。就是有一个人说那个就是就是很早以前我遇到过一个居士，就是他说我的人生呢，就是可以归纳出一个字。我说什么？就是烦恼的烦。所以就如果真正上师的加持融入自己的心的话，那就是那这个烦恼的烦呢，就是马上就不翼而飞了，就是不会就是痛苦了啊，就是应该是这样。要想在中阴界啊，面见上师、蒙受上师的加持和引导啊，就是指引道路等，也需要自己无限的诚心恭敬与上师的悲心，还有这个愿力啊聚合，才能显现这样的这个境界。就是我们这个中阴的时候也是祈祷上师，就是救度啊、超度啊，那这也是自己无限的这种恭敬心，还有上师的悲心呢，就是这种深深的因缘必须具足。当然，上师并不可能是真正亲自去中阴里面去接啊，就是接每一个弟子去。当然，上师如果这个弟子比较多的话，那每天都是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那上师来不及，就是天天都是只有在中阴界一直等着。如果自己不具备诚心的信心不恭敬上师，那么无论上师再有多么好，也不可能出现在中阴界为你知道这个就是指引道路啊。就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呢，那么上师呢，就是在清净现象当中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经常在想，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上师的这个清净线呢，真的这个精神当中经常祈祷啊，这样的话就遇到这个困难和危险的时候，经常这个出现的。其实善和恶的这种因果的现象啊，我对通过自己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做梦啊，就是有些这个显现当中的话呢，就有种无期的这种这个感应啊，就无期的感应。比如说，当我们身体不太就是舒服啊，这个时候呢，经常梦一些鬼神啊，就是恐怖的这种面孔啊，那这样就是你肯定生病啊，就是经常有的。当你那个心情也是很好啊，修行的这种很多境界出现的时候呢，就上师啊、本尊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善妙的景象，包括这个世间的一些这个美好的一些花园啊，就这些都是可以就是做梦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的话呢，善和恶的话呢，就是的确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的感应也可以分得这个清楚的。我们地狱的众生，就是什么这个恶鬼的众生，这些特别恐怖的一些做梦的话呢，那这个时候的你的身心的整个状况呢，就是肯定就是乱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我们每天都是就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自己的传承根本上，我是有这种的，就是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呢，就是整个身心都是很清净的，就是修行也是就让这个有进步。所以我们在中阴身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就是如果我经常呢就是观想上师、祈祷上师啊，那这样的时候呢，中阴的就是各种这个现象呢，就是马上就变成了就是这个清净的现象，就是这说明呢，就是我们不是讲的嘛，就是这个讲这个文武百尊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心修行就真正认识自性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文武本尊呢，就是全部都变成本尊。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没有转为道用的话，那就是这些都变成这个什么这个阎罗越族啊，就是都会变成这样的。所以这个很关键的，自己好好的想一想，这里面还是有个很深的因果道理。功德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多数语子回想啊，就是回想修上师在世不成神，不知肆意修事相
上师在的时候呢，就是也没有按照这个上师的意去修，人所修为成可悲。无心中因难见事啊，就没有这个信心的话，那就是很难这个见到这个事。有信心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中阴界当中呢，就是也可以见到就是上师的各种这个清净现象。所以呢，我们这个活着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经常啊。为什么每一个修法的前面呢，就是经常要修一个上师瑜伽，就是包括我们晚上那个睡觉之前的话呢，就是念一个上师瑜伽，就一切这个现象呢，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上师的身口意当中，就是这样以后呢，就很多这个境界啊，就现为这个清净的。好，讲到这里。Sonam dei tamse thobanya tonani de jana p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jupun zonen droa dro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